有靓仔，你驾的 Proton Saga 几年了啊？要不要换新款啊？今天它来了哦。3, 2, 1, full throttle。哇！OK，CVT 讲的是会把。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VOV 啦。欢迎回来我的乱拍新车介绍系列啦。Proton Saga 呢，在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一台车，而且它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一台车。如果你提到 Proton Saga 呢，它就是 Proton 的第一台车，到现在为止啊，它也是 Proton 里面最畅销的一台车。刚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呢，他们都会考虑买的一台车。那它是一个 A segment 的车，它的竞争对手呢是有 Perodua 的 Brezza。Perodua Brezza 呢也是好久没有做过小改款了啦，也没有说要出新款，也没有消息。这次呢 Proton 就出新照了，全新的 Proton Saga 搭配了很多新的配置哦。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影片之后会不会心动呢？如果你们心动的话，想要下单、想要买车，也可以找我，你扣小蚊子，他有卖新车的。带你们去看一下它的新配置有什么 ，Let's go。这是全新的 Proton Saga。等一下，最高配的就是这辆红色的啦。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次 Proton 会总共推出3个规格，一个 Standard， 一个 Executive， 还有一个叫 IGT。所谓的 IGT 就是它最高配、最 Premium 的版本啊。怎么分辨它是最高配的呢？就是它的轮圈有多 Tone Color。在下一个等级的话，轮圈长得一样，也是15寸，只是说它没有双色的颜色。没有错的话，它有分为 Standard、Executive， 还有 Premium。以前的 Proton Saga 1.3公升，再配搭4AT， 这次的 Proton Saga 换上了全新的1.5公升的，还有 CVT 的5段变速箱。Premium 这台呢是搭载着1.5公升的 CVT 5段变速箱。Standard 还有 Executive 呢也是搭载了1.5公升的自吸引擎，但是它是 4AT。原厂强调它已经换了337个新的 parts， 接近40万小时的 man hour R&D， 行驶了42万公里的 road test。安全配备方面，这辆车拥有9个新的 ADAS 系统，6颗安全气囊，还有4个 Proton RESS parts。全新的 Saga 的车架是跟旧的共用的，不过这次 Proton 呢增加了4样东西，让这辆车的车身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安全。以前的 Proton Saga 呢是没有任何的 AEB 自动刹车系统的，这一次的 Proton 就为它增加了一个 AEB。这次的 AEB 呢是拿到 Asian NCAP 的这个认可的，可以侦测到人、摩托还有汽车，帮你做一个提前的紧急刹车。Lane Departure Warning 有自动远光灯 ，Front Departure Alert、Door Opening Warning、Rear Collision Warning、Lane Change Assist， 还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这次的颜色方面有 Snow White Armor Silver、Ruby Red 就是我前面这辆主打的颜色，还有新加了2个颜色 Space Gray 还有 Deep Marine Blue。因为这个全新的车头的设计还有这个纱绒啊，让这辆车看起来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好看。前大灯经过全新的设计，拥有一个 DRL 的日行灯，还有一个 Back LED 的车头灯，还有自动远光灯。全新的头灯让这辆车看起来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帅气。这次有全新的贯穿式尾灯，肉眼看到它完全都不便宜的，而且它前后的 signal 灯都是 LED 的哈，真的连 A segment 都有给到前后的 LED 的 signal 灯。后面这里有一个电磁阀打开，所以它的侧尾箱啊，我相信跟上一代是没有改变的啦，一模一样的。后面还是有一个备胎哦，这是比较小的啦。悬挂方面跟之前上一代一样，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扭力梁的设计，它的车身高度呢就跟之前好像是差不多啦，你看到大概一个拳头的高度。轮毂呢这次换上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啦，标准版搭配14寸 ，Premium 还有高配呢就搭载了15寸。轮胎前后的尺寸用着185/55R15寸，前后轮胎一样尺寸用着 Atlas 的 AS380的轮胎，后面还是一样用着 Drum Brake， 高度大概也是一根拳头啦。
OK， 坐进来这边呢，我的身高173啊，腿部空间大概剩下一个拳头，头部空间大概也剩下一个拳头。从以前的Saga到现在呢，整个空间也不会算很大。前面的椅子呢，因为做了一点切割跟凹进去，让我们的腿部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大。无论是它的发泡棉、腰部支撑、椅垫的长度，都是跟之前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当你坐在我后面这个乘客的望出去啊，你会看到中控的设计完全焕然一新的感觉，不再像以前硬加一个主机出来凸出来的不好看。所以这次呢，看起来综合了很多。Saga 因为换上了全新的中控设计，我们把这边也换上了新的设计。虽然这里都是硬质塑胶，但是门板也做了一些路纹的处理啊，让这辆车看起来一点都不单调。这个窗户按键呢就很普通，像之前一样的。这次最大分别呢，就是这一颗全新的7寸的仪表，还有9寸的这个显示功能。这次终于有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了哈，很多这些 ADAS 的功能都是透过这些来设置的。这个等我之后呢拿了媒体试驾之后呢，我会再慢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如果你们驾过其他的 Proton X50、X70、X90呢，它大概的这个功能都是用这里来切换。这里旁边有个 Trip 功能，你按了之后它就会切换一些显示啦。它可以更换2种主题，一个是 Digital， 第二种就是 Traditional， 所以它只有2种的主题啦。右边的显示呢，你就按这个按钮啦。当你按了之后，它可以更换 Overspeed Alarm、Date and Time、Language、Unit 啊这些。全部都在这边了，自动头灯，还有自动的远光灯，手动的雨刷啊。这次换上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盘啊，这是跟 X50、X70 用着一样的啦，只是它这边少了一些功能。中控的设计呢，就有点 Infinity Wave 的那种设计哈。原厂特地强调，这次的冷气出风口的设计呢，是利用着马来人传统的民间游戏 Chongka 作为这个全新的设计，所以我觉得挺好看，挺特别。冷气控制跟之前一样，用转的，我觉得转的非常的实用，速度也非常的快。门锁啊、Front Defrost 啊、Hazard Light 啊、经济系统关闭啊、Parking Sensor 全部放在这边。档挂换上了全新的哈，所以它的 PRNDS， 我觉得当晚上的时候也不会特意显示我挂到什么档位哈，它只是刻上去而已这个字，你不会看到这边中间有手扶箱了，后面有一个置杯架，还有2个 USB 插槽，就这样。这边有2个阅读灯，就这样。全新的 Proton Saga 搭载了一个全新的1.5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啊，我特地要说4缸。这个 CVT 无段变速箱跟以前不一样了哦，以前的 Punch CVT 是有离合器的，所以你起步的时候呢，要等离合器结合之后才可以起步啊，所以有一点顿挫感的。这一次的 CVT 是完全不一样，就像你普通驾的 Honda 还有 Toyota 的 CVT 这样子，直接打到去低，踩油就走，就是这样。120匹马力，150个牛顿米的扭力。原厂强调了这次的新引擎呢，它降低了25%的引擎噪音，还有增加了14%的省油量。1、2、3。这个全新的引擎盖的设计也不一样哦，所以看到上面的切割线都不一样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下去其实很帅啊，尤其是那个 daylight 一亮起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会不会喜欢这台车呢？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现在看完这辆车的外观啊，还有内饰啊，马上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辆车的驾驶。Let's go。So just feel it different, less braking, and yeah, they give you more power to go. More power and more instant power. Yep, start braking. Yep. Oh, very nimble car. Yep. Nice to drive. Okay, start braking a little bit. Yep. Very nice. Okay, one more lap. One more lap. Yeah. Again, whoa. Yeah. It downshift like 80 lah. Just tekan like that. Yeah. And start braking. Yeah, little bit more brake. But the limitation is here is about tires. But for sure lah, you buy this car is not for meant for track. I meant for city drive. Yeah, so this is the drive. It's like daily drive. Running in lorong lah. Yeah. Passing by the lorong, very good. We're gonna stay on the right. We're heading straight back there. Just watch out there. 那我感觉到这次的 CVT 呢，不再像以前的 Punch CVT 这样，然后你在起步的时候呢，需要等那个离合器结合，可能踩大油就会冲出去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这一次的 CVT 呢，就好像你在 Honda City 啊，走到 Vios 那种起步是很顺畅的，你就感觉到完全不像 CVT， 车子很轻盈，方向盘呢也做大大的提升了，所以呢，在摆弯的时候感觉到一点都不费劲，转向的速度也是挺好的。过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 body load 太大。其实呢，在我这个频道里面呢，有史以来驾的
的 Proton 车其实最好的操控啊，无可否认是 Proton Saga， 因为它车子轻，然后它灵活性好。刚刚我有试了它的 D mode， 还有它的 S mode。Sport mode 的情况下呢，就感觉到它的 CVT 的那个咬合度更加的咬合，油门一踩下去，感觉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有给力啦。D 跟 S 的确是有分别的哈，它 response 也不错的。当你可能行驶在2-3千转的时候，你一把油门直接踩到底，然后它就直接降档，它直接把那个转速飙高，那种感觉是挺快的哈，挺快的。如果它的价位在4-5万块哈，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无论是隔音跟动力还有它操控，的确是比别人好的。3, 2, 1, motion. OK，CVT 讲的是会把最高的动力放在最高转速的时候，它用最大的动力哈，这是 CVT 的好处。但是起步的时候还是 AT 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它的转速一到了哈，Saga 就来了。Drive up to 45 km/h, then maintain your speed. 45 km/h。Once you get to 45, then we will demonstrate the rear side radar system. 后面就有一个 S 其实冲着过来了哈。Regulation warning, 可以 followed by for the blind spot, lane change assist. OK。 So it's sound and also on the side mirrors as you can see. Okay. Now just drive back to the start point. OK。Very smooth。这边有一个 Eco 灯哦，其实它不是 Eco Mode 啦，我们可以讲是 Eco Indicator， 就是它根据我们的油门踩踏方式呢，就是会亮起那个灯。如果我们在省油的时候当然踩踏不这么深的情况下，那它就会亮出那个 Eco 灯。如果我们再把油门再往深一点踩，它的 Eco 就会瞬间消失这个就是所谓的 Eco Indicator。当然，如果我们放到 Sport 的情况下呢，就会看到那个 Eco 灯就完全没有了，然后它转速也会比较拉得高一点经过我们等了这么久终于新款的 Proton Saga 这次给到我们年轻人要的东西，比如说最重要的6粒安全气囊 ADAS 系统，还有最重要我们日常生活会用到的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还是无线的哦。价格呢我会写在下面 description， 还有这个 comment below， 所以你们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你们对这个价格还有这个车的配置还有外观满不满意，还是你们觉得在这个价位可以买到什么好的二手车，欢迎留言下面给我知道一下。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是艾德人，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 ，Goodbye。